嘿嘿，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南宋初年2月初2，济公活佛来自天台。浩荡不羁19相伴，嬉笑怒骂，敌视为开破。鞋那一破，马破绽，扬善除恶，百姓拥戴。佛在心中，天地为怀，佛法无边，普照沧海。无牵无挂呀，无忧愁，无是无非呀，度春秋。蓝马鞋踏平川，旧衣裳赛绸缎。也会唱，也会歌，也会刚，也会柔。快快乐乐笑王后，快快乐乐笑王后。谁把明月挂枝头？谁让春风吹不休？是谁让阳光在人间走？是谁让爱常在心中？佛在胸中起高楼，滔滔江水入河流。观自在，看深情的自由，遍体鲜花绽放在心头。善哉善哉。或者这么说吧，卑职跟大人是同时得到的消息。大人您是在公堂上听说的消息，卑职也是在公堂上听说的消息。可如果大人是在失主报案之前得到的消息，那卑职可就深感惭愧啦。你既然知道，那就应该带领弟兄们立即查办呐。卑职怕大人不准呐。胡说！本大人怎么会阻挡你办案抓贼呀？你现在就带弟兄们立即行动，不怕鸡飞狗跳。卑职明白，就是动静越大越好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我知道，不就是虚张声势吗？卑职告辞。哼，闹吧，闹得再大也不会闹到这儿来。哎呀，本老爷还有本老爷的事情呢。本老爷要去看小红了。这儿没有风，门怎么就自己开了呀？有戏都知道把门关上了。别
别摸来摸去的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你不说话，也没有个人影儿，怪怕人的。难道你就不能说一声你是谁吗？你不肯说自己的名字也就罢了，难道连咳一声也不行吗？既然能咳一声，就不能笑几声？你把我笑得连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你是我认识的，还是不认识的？如果是认识的，就说个名儿来，说不定我真能喜欢你。来呀！你究竟是人还是鬼？如果是人，又是什么人？你如果再不说话，我就要像以前那样喊人了。你果真是人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就说喜欢我。如果你能说出5个喜欢，喜欢，咱们就约个地方见面，也用不着在这里偷偷摸摸的。我数1、2、3，你就开始说。1、2、3。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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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。哎呦！相公，你怎么了？相公，你快起来呀！相公，脚印，抓人！我守大门。你身上的宝贝怎么不用啊？扇子给我！别扇！哎呀，完了！人呢？出现了吗？我是说，你看。好，夫人，你好美。真的吗？哇！小红，没想到你这么好的功夫啊！哪里啊，小时候学过而已。真的？喂，运气不错哦。虽然我们这次计划已经被破坏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位霹雳娇娃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这一次我们虽然没有抓住这个王八羔子，但是我相信他下次肯定不敢再来了。对，他肯定不敢来了。不对，他既然有隐身之术，恐怕根本就不会害怕。他说的也对啊，对说的对，鼓掌。对。所以说，破解隐身之术，找到隐身人，才能根绝后患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哎呀，说到办法我太多了，上次，不都是我的办法吗？什么办法？关于隐身人这件事，目前我还真没想好办法。相公呢？怎么说我也是道济，给点面子嘛。切！
大人，没有我的吩咐不准进来。哎，大人，你，哎，朱大人，你这是滚！你们给我留下记号，我也要给你们留下记号。走，跟我回衙门。如果那个姓石的身上有伤，那就一定是他没问题。如果是他，我就一刀把他给劈了。走，走。你一个人待在这干嘛？走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你也没什么办法，去了也没用。有用的时候把我当道具啊，没用的时候把我当垃圾倒。我还偏要去。这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这捕快的差事有什么好啊？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差事啊！哎，一有案子就得去查，一有贼就得去抓，弄个鸡飞狗跳、灰头土脸的，到了也不落个好。师爷不是想威风吗？那当捕头可不就比当捕快威风？以前是爷怕人家，现在人家怕爷，这就是威风。那威风能当饭吃啊？啊，不，威风都是虚的，都是假的。哎呦，还不如当初啊，穿上隐身衣，谁也看不见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可现在呢，就落了个干苦力的份儿。师爷，您不要太着急。您跟朱大人不是有个协定吗？就1年，1年以后您把那东西拿回来，您不吃亏。朱大人人家不是跟您画押立字有个借条的吗？可这1年的时间也太长了。你想啊，这1年的时间里面，那他得得到多少好东西啊？他得得到多少金银财宝啊？那这么一来，那得出多少失窃的案子？出了案子就得查，查了就得抓。你说这贼他抓得着吗？啊，明明知道谁是贼吧，那个贼还命令我去抓贼啊！你说我抓得着吗？我根本我就抓不着啊！啊，抓不着我还得去抓，你说我憋不憋屈？我冤不冤呢？我啊！哎，师爷，您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行不行？就这一句话，嗨，就1年，1年之后你把东西拿回来，哎，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这是谁家的马？这马怎么不拉着点啊？这撞着人干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衙门的马吗？啊？那你是人是不是在上面啊？啊，那还不快追啊！哎，等等，哎，你们2个确定的是知府衙门的马吗？是啊。好，别急，既然知道是知府衙门的马，就不用急了。先去洗个脸吧。站住！哎呦，拦住他！站住！混账！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你爷我就是衙门里的人，不当捕头你就不认识了。哼，本差爷当着守门的衙役，说不让你们进就不让你们进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不错，你们2个是衙门里的捕快，可他呢？难道他也是衙门里的人吗？你给我住嘴！我们是追贼追到这儿的。追贼？我看你们是追马。这衙门里的马，你曾经的黄捕头也不认识吗？如果不是这马跑得快，说不定都已经落在你们手里，现在都已经有了买主了。放屁！你敢污蔑你爷我？我们是来抓贼的！让开！嚷什么？嚷什么？大人，回老爷，他们说是贼跑到衙门里了。好，是贼就要抓，无论他跑到哪里。你看到贼了？贼长什么模样啊？卑职虽然没有真凭实据，也没有看清贼人长什么模样，但卑职敢肯定，那个贼就是跑到衙门里了。啊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位黄老弟可曾经是本衙门的捕头，是捕头就拿赃物拿凭证。你说贼在衙门里可以搜查，如果搜查不到，该当何罪呀？搜查不到又怎么样？现在街上闹贼总是真的吧？
什么恒昌珠宝行失窃，转仁堂当铺失窃，贼是存在的，贼藏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。怎么你这衙门里就没有窝赃藏贼的可能了？黄姑娘请安。衙门里可以搜查，但官府重地不是你想搜就搜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况且黄姑娘以何种身份搜查呀？以施主的身份，还是以何方捕快的身份？以行侠仗义的身份，以扶正积邪、人人有责的身份。黄姑娘说得好啊，那就请吧，敬请衙内搜查。阿弥陀佛。其实小民百姓进衙门搜查是多有不便，既然鸡贼拿到，责任在捕房，那贫僧倒想会会你们心上人的十雄十捕头。朱大人意下如何？好，来人呐！有请十捕头。是。多谢朱大人。石捕头，朱大人叫你。石捕头，朱大人叫你。一会儿石捕头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尽管跟他说。你们两个既是本衙当差，应回班执事，怎么竟和别人搅在一起呀？尤其是这个和尚，更是无事生非之人。我要再看见你们跟他搅和在一起呀，小心你们的饭碗！我这……哎呀，施主，别来无恙嘛！哈哈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我看看，印堂发黑呀，脸色惨白，眼睛这儿。哎呀，眼睛也没神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身体有病，对不对？要不就是心里有病，对不对？你胡说什么你啊！你这个疯和尚，竟然跑到衙门口，公然向本捕头挑衅！哎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施主。我承认我们俩之间是有一点小小的矛盾，不过并无大仇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很多次都是对我下狠手啊，幸好我呢是福大命大，不然早就嗝屁了，对不对啊？都让我说中了吧？没打死你算你命大，你再敢啰嗦！你这人太不够朋友了啊！咱俩认识那么久，你才知道我啰嗦。好，为了加深我们的友谊，今天我给你多啰嗦一下，啰嗦。行了，本捕头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要再啰嗦，就别怪本捕头手下无情了。不动手！你这人太没劲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他这个人没劲，走，没劲，走。气死我了！现在已经确定了啊，石雄不是窃贼，也不是隐身人。你刚才动手斗那个姓石的，就是为了看那个姓石的有没有受伤，他没有受伤，然后……那石半仙不是隐身人，隐身人又是谁呢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完了！哎呀，这东西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啊，到底跑哪儿去了呀？这……老爷，别急，仔细想想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了。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师爷，那张借条会不会回到朱大人手里了？哎呀，我俩当初是一手交衣裳，一手交字据，你不也都看见了吗？我说的回到朱大人手里，是不是人家朱大人又拿了回去？我看管的那么仔细，那么小心，他想得手也没那么容易啊。师爷，您别忘了，他现在可有隐身一役。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现在到咱跟前儿，咱俩什么都看不见，就跟蒙古里一样啊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啊。完了！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老爷，走！我承认我石某不是东西，可想不到有人竟然比我还不是东西。
这招太狠了。给我张字条，借走东西，再用借走的东西偷回字条，来个死不认账，永不归还。好啊，我说他朱大祥干了那么多偷盗的事情，可还是若无其事。他明明知道我会知道啊。到现在，他知道可以不把隐身衣还给我，哎，而且他还可以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隐身衣这件事情。我破不了案子，我自然是破不了案子啦。哎，他就可以训斥我啊，训斥我无能，弄不好还会把我赶出府衙。官袍不穿上，都说官袍好，其实有什么好啊？下面人怕你，那你也怕上面人呢，扯平了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还是你好啊！你神不知鬼不觉，无拘无束啊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。哎呀，只有一点呢，你不能说话，还不能走那个有草木灰的地方，就像今天。哎呀，真他妈的险呐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这丞相府和枢密院都来催问那2件案子到底有没有结果。哎呀，就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也值得让丞相爷和枢密使亲自过问，这般重视啊！哎呦，老爷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有时啊，这天塌下来，他也未必着急呀。就有时啊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，他们倒瞪大了眼睛。哎呦，老爷啊，尤其是那个相爷秦桧啊，那就看他那根筋啊，是不是连着了他的腰眼儿。就是这脚脖子崴了一下呀，只要是连着他的腰眼儿啊，那小眼睛能瞪那么大呀！哎呦，过去。那依你之见呢？老爷，这2个案子该查还是要查一查。那老爷怎么就没查案了？老爷责令石雄去破案，这是10万火急。问题是石雄到底能不能破案？行，就连秦相爷现在都很重视这件事，那你就去通知石雄，督促他不可懈怠。哎呦，还不快去！是老爷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宝贝儿啊！师爷，难道真的这口气您就这么咽下去了？难道我石雄就是省油的灯吗？石捕头石，师兄好像心情不怎么高兴啊。那又怎样？朱大人有请石捕头立即回衙议事。不过这朱大人心里有火，所以石捕头可千万别把不高兴带到朱大人面前呢。哼，我有原因不高兴，我也有权利不高兴。我就是把不高兴带到他的面前，那又怎么样啊？那又能怎么样？只有到时候才能知道。告辞了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朱大人在后衙等你，现在就在等你。哼。
门！有种就把门打开！出来！算什么印象？开门！不是来闹事，也不是来打架，我们是来开门！开门！出大！开门！盗贼，那是个幌子，存心想黑掉咱们的当铺，那才是真正的目的呢。到底会是谁呢？马是往衙门跑的，石雄又没有受伤。那会是……天儿都这么晚了，朱大人叫卑职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怎么还有点意见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多晚，本大人叫你来，你就得来。你作为临安府的捕头，身为捕头呢，就得招之即来。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儿了。那你自己看看。丞相府和枢密院都在追问这次失窃盗案。你身为捕头，盗案情况发展如何呀？贼抓住没有啊？那个赃物有没有找到？朱大人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明知故问呢？你这怎么不是明知故问呢？啊，这几件盗案的来龙去脉，盗贼是谁呀？那赃物在哪儿呢？其实朱大人比卑职更加清楚。本大人怎么会清楚啊？如果本大人清楚的话，怎么会命你去查案？哎呦，大人，这是场面活，谁不知道啊？卑职当初变戏法耍魔术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这一只手在上面，装模作样的；这另一只手在下面，早就偷梁换柱了。东西到手了，场面上还得虚张声势，做个障眼法，摆摆样子而已嘛。放肆！本大人责令你限期破案，怎么会是虚张声势啊？我没说您贼喊捉贼就不错了。本大人责令你火速查办，这也是本官的职责。更何况啊，那丞相府、枢密院也都在监督查办。反正无论是丞相府和枢密院监督查办也好，还是你朱大人监督查办也罢，总之这件事情到了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嘿，你这个捕头，你这不是如此的缺乏自信吗？哎呦喂，朱大人，卑职可不是缺乏自信，我是太有自信了。朱大人，想必这一点您比卑职更加清楚吧？不过就算查不出结果来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朱大人还能把卑职怎么样呢？哇，这个师兄还真够嚣张的嘛！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告诉你，你不过是我临安府一个小小的捕头。抹掉你的职务啊，就像当初提拔你到这个职务上啊一样的容易。你会这么做吗？怎么不会？你敢这么做吗？怎么不敢？朱大人，我石某也不是一个省油灯啊！你别忘了，
我石某之所以被你提拔为临安府的捕头，不是因为你赏识我、器重我，而是因为咱们之间的那笔交易。交易？我们俩有什么交易呀？我们俩会有什么交易呀？什么交易？哎呦，朱大人，亏您问得出口。我说您办事儿未免太绝了点吧？啊，弄出这么几件大案来，明明知道破不了，还硬是让我去破，结果嘛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。除了朱大人您自己，还有谁能抓到那盗贼呀？哎，朱大人，您的想法我知道，破不了案，拿我去垫背啊，就说我办案不力，把我撤了，给这案子画上一个句号。你真聪明。哼，可惜石某一贯是耍人的主，也不会轻易被人耍。你想到时候把我撤了，还不如现在就把我换了。但是我的东西你得还我。什么东西啊？咱们用来交换的东西啊。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？哎呦，朱大人，这刚几天呢，您的忘性也太大了。好，贵人多忘事。那我就提醒您一句，那件隐身衣呀。什么叫隐身衣呀？哎，我说朱大人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啊，那隐身衣，我明白了，那件隐身衣对朱大人是太重要了。穿上隐身衣，甭说那恒昌珠宝行、转润堂当铺，其他任何地方，您就是连金銮殿，你想去都去的。放肆！你这是胡说八道，你这是诬陷本官，存心敲诈。大人息怒，卑职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诬陷敲诈到您堂堂知府大人的头上啊！卑职所说，那全是实情啊！你说的既然是实情，拿出证据来呀！哼！还真是隐身衣在作怪啊！证据就是朱大人给我出具的那张借条。借条呢？借条你拿出来，借条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呐！那借条一定是被你拿回去了。胡说！你知道诬陷朝廷命官该当何罪？这空口无凭的事情可不能随便乱说。哎，我说石捕头，我记得你借过我10万两银子，哎，什么时候还我？我们老家造房子急等着钱用啊，希望你马上还给我，2、3天如何呀？哎，我说朱大人，身为一个堂堂知府大人，你可不能乱说呀！我石某什么时候欠过你10万两银子啊？我是有借据的。借据？借据在哪儿？哎，你拿出来看看呢！嘿嘿，哎，借据你给拿回去了呀？我，朱大人，这空口无凭的事情，你可不能随嘴乱说呀！石捕头，本大人就要送客了。你那几件案子，你还得抓紧弄出个眉目，否则谁叫你现在还是衙门里的捕头？如果你不是捕头，本大人还不敢捞您大驾呀。呸！走着瞧！哼！这2个人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呀？呸！蠢货！
装神弄鬼那么多年，不是也让我朱大强给耍了吗？宝贝儿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好像有点看花眼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看银子来着？我告诉你，这看银子啊，最容易看花眼了。我刚才看银子的时候，把一锭银子看成了2锭。我再看丫鬟，把一个丫鬟看成了2个丫鬟了。你看看我，看看我，你不会把一个老爷看成2老爷吧？你呀，一个我就够了。哎，你还敢躲？他能不仁，就许我不义。哎，师爷，您又想到了什么？我没有了，他也别想独吞。秦丞相是不是常到紫英阁听戏呀？对，是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紫英阁。走。是老爷我有用啊，还是师爷有用啊？老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。这要我说嘛，是各有各的妙用。哦，老爷您，师爷他，还有那个姓石的捕头，这可是缺一不可啊。那什么叫缺一不可呀？瞧你这不中用的东西，老爷您坐堂断案，师爷他在一旁出谋划策，那捕头呢，则在外面犬马一般，这不都是缺一不可吗？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哇，老爷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是不是你说什么我都应该听啊？哎呦，这是谁呀？我都听出来了，你听不出来谁呀？谁呀？师爷呀！老爷，我倒要跟你打个赌看看，如果那个叫门的他不是师爷，怎么办呢？要不是师爷，那我今儿晚上就好好的陪陪你。切，臭美！那如果说是师爷呢？是师爷，那我就出去。哎，老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师爷，那肯定是公事；是公事哈，那我肯定就得出去了。说的也是啊，那我去开门去。老爷，小的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说吧。老爷，您和那个石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啊？那又怎样？哈哈，老爷，您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个石捕头啊？
那又怎样？得罪了他又怎么样啊？哼，撤了他的捕头，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的那么简单。老爷，树小的斗胆，有的事儿还真不是那么简单。这君子可以得罪，这小人可未必能够得罪呀。这个大官呢，就像一堵墙似的，你要一头撞上去，那也就罢了。这小人可未必，他小的你不太留意，不太在乎他。他要是暗地里下个绊儿来，那可是想绊倒谁就能绊倒谁的。行了，别绕弯子了，有话直说。你说那个姓石的又怎么样了？老爷，小的经常注意那个流浪文英的紫英阁，那个地方秦相爷可是每晚必去啊。这我知道。老爷，小的刚才在紫英阁外面转悠，发现那个石捕头，他是衣着光鲜，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后来看到丞相府的那个管家，他立即迎上去，还左顾右盼。老爷，他要是在相爷面前下您一贴烂药，即使不流血，也得疼上好一阵儿啊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您小心点啊，老爷。哎呀，没事吧，老爷？哎呦，老爷，怎么回事啊，老爷？这怎么了？老爷，你没摔坏吧，老爷？老爷，这到底怎么了？这是见鬼了！老爷，我来扶你。老爷，小心点啊，慢点，老爷。他奶奶的，今儿可邪了门了，摔一个不成，还得摔4个。老爷，这可是一个不好的兆头。胡说！老爷，这会不会预示着您会栽在那个姓石的手里啊？你要是再说下去，老爷非栽在你手里不可。老爷您慢点，慢走啊，老爷。来，小心。想